เ
本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。桂英已经为将，士兵对他不熟，自然缺乏信任。对，这样，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？公主啊，哎，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？奶奶说的对啊，你看看，既然公主说了，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，试一试。谢谢奶奶。娘，要去我们一起去。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，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。好，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。走，来，走，慢点。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，下面1对1格斗，胜者进入突击队，晋升1级。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。拜，别的不说了，听我的命令。第一排，向前1步走，呈格斗队形，散开。啊，杨将军干什么呢？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。那让我们看看。是。大伙儿都听好了，要想得到荣誉，就战胜对方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。兄弟们，我有点儿不明白哈。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，可是为什么输了呢？哦，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？不是，我们打不过。打不过吗？我的对手块这么大，我打得过他吗？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，我实在抵挡不住。他棍法好，没有多少破绽。你的对手呢，确实坨大，但是你要攻其不备，攻其下3路。能？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？他坨是大，力气也大，
可他动作慢呀。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，如果他劈你的时候，你跳到一边，趁其不备袭击他，你不就得手了吗？啊？还有你，就那个，厉害吧？确实厉害，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，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，腹部就是他的破绽。他举棍之时，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，马上见效。不可能吧？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，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。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荣誉。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，那可太可惜了。怎么样？打！打！打！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。猴子别玩了，走，喝酒吃肉了。宗宝儿，桂英，应该叫杨将军。哦，杨将军。娘，你看这么不稳重，如何建立威信？怎么带兵啊？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？喝酒吃肉啊。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？他们刚才呢，只是侥幸获胜。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，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。他们都是胜者，刚才你也看见了。我是看见了。如果再战的话，未必能胜吧？哦，别是又不敢吧？你们敢不敢？敢！那请。请。走，走，走，哎，走，快，快！奶奶，兄弟们，刚才我夫人说了，如果再打的话，这边可能会胜。我不信，你们信不信？不信！那就证明给他看。开始！谢谢少夫人，谢谢少夫人。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，请起。少夫人，您的办法太好用了。虽然他块儿比我大，可这次我2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。刚才啊，我从心里触他，那家伙劲儿那么大。现在啊，他打他的，我打我的，他一下没打着我，我捅了他6、7棍呢。少夫人，正像您所说，他确实有破绽。你看，他刚要举棍儿，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，倒了。这明白就好啊。双方交战，不光要使蛮劲儿，还要动脑筋呐。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，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。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，刚才我真想踹你们一脚。少夫人，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，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？对啊，就是啊，就是。行。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，看不上熊包孬种的。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，我保证她们都嫁给你们。少夫人，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？啊，求你了，少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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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求你了。少夫人，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。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；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；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；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。没出息的东西！
集合，都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面对敌人，一定要视死如归。不管对方多么强大，都要勇敢向前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小子，你没张嘴啊你！说话那么小声。再来，注意动作，整齐划一。听到了没有？臭小子，啊！你干嘛呢你？小子，我抽死你！住手！哎，你为何打人？他们都是逃兵。何谓逃兵？城池被攻破，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，而是弃城而逃。城池被破，将领先逃，怨不得他们。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，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？我不管那么多，他们就是逃兵。你看他们那个熊样，能有战斗力吗？他们会像瘟疫，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。不惩罚他们，难以服众。给我过来你！岂有此理！你什么你？要我说，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。将领先逃，怨不得他们。再说了，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，也没有投降辽军。要我说，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。可是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如此羞辱打骂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在我们木克寨，我早就宰了你了。桂英，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，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他再恨铁不成钢，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！如此下去的话，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？对不起大家了，对不起了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，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！老身呢感到惭愧呀，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。是我们对不起元帅，对不起老太君。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。哟，娘，娘，娘，您怎么？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，遭受了侮辱、谩骂和殴打。你身为元帅，为何视而不见？啊，娘说的是他们呢。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，不仅自己士气低落，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。而身为元帅，肩负着御辽的重任，我岂能放任姑息？所以而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。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元帅，穆桂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，而不在于他们。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，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，实在不公。哎，这些将领，元帅，有话直说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我绝不会传话。娘，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、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奈何不得他们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不服气呢。将他们封闭起来，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。哦，战事打响之时，再将他们轰入战场，怎可能士气高涨啊？以儿媳之见呢，
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，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，还得给他们自由。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，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，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。这样呢，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，不但士气不会低落，还会鼓舞士气呢。团结一致，共同御辽。哈哈，桂英说的太好了，言之有理呀、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。娘，那是宗保的队伍，让宗保去顺理成章。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？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桂英去说就更自然，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。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，他们鼓舞士气，同仇敌忾，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。奶奶，还是让宗保去说，这样利于他带兵。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，他们难以接受。奶奶，宗保是个坦率的人，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，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，他们会谅解的。爹，我去。好吧。去吧。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，我没有深究根源，而且还怨你们，是我杨宗保失职。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，使我猛然觉醒。城池被破，责任不在你们，将领都跑了，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？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，谁又能服气？我杨宗保从小到大，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。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，对不住大家了。刚才我夫人说，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，还应该得到尊重，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，更没有投敌叛变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。过去，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，是我太蠢了。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，有经验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，介绍情况，并且总结教训。所以本将军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，自由地进入和交谈。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，这番话句句在理。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！将士们，杨宗保作为先锋官，缺乏带兵经验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，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。本帅在此深表歉意，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。处罚？这事儿不怨杨将军，对，不怨杨将军，不怨杨将军，杨元帅，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。将士们，我杨延昭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，
而今蒙圣上隆恩，又重新执掌帅印，虽不敢自夸，但是，请将士们放心，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，把将士们甩给辽军。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、与大宋同在。好！宗保，你是御辽先锋，给大伙儿说两句。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。上阵杀敌，我一马当先。如果我临阵脱逃，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。我相信，通过战争，我们会积累经验。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，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，直至全胜。大家认识这位吧？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，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。小王爷，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。我的武功、兵法不如宗保，但是他有血性，我赵飞一样有。这位叫穆桂英，大家都认识吧？桂英，在。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，也是朝廷命官。桂英，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。桂英，讲几句吧。呀，去吧。讲几句。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。说好。不说这些废话了啊！哎，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？哎，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？站出来吧！什么样的？什么？那总得有个谱吧，不能全都要了吧？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，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。巧巧呀，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！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！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。哟，对眼儿了？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，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？这就对眼儿了？不用看眼，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。还有谁要？还有谁要啊？都有。奶奶，咱今儿高兴，咱要不是跳舞吧？哦，跳吧。跳舞，来啊！为了打胜仗，咱们呀，舞狮去。桂英啊，昨天和你到了兵营，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。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，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。不过呢，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，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，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。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这再早不再晚嘛。再说了，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，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。哼，娘，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。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。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吧。说心里话，我理解她。这些日子呀，我保证跟她好好学。哎，你不能露出来的，别
别让人看见啊！好，乖乖啊，听话啊！快点！哎，行了，可以停了。哇，哎呀，出牢狱可真好啊！哎，来，怎么样，美不美啊？真美啊！哎，彩云，你看那儿。哎，公主，你俩呢？上那儿去，那个石桥上，那儿练大步。我跟彩云，我们俩在这练小步。一会儿咱们交流，怎么样？嗯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走，快点，一会儿见。哎，走，公主。追我呀！公主，追我！追我呀！追不上我！追我呀，海豚呀！哎，我抓住了！哎，抓住了！哎呀，别掉了！公主，这里可太舒服了。哎，郊外可真美，外面啊，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。那是，这可都是天然的。哎，他们呢？哎，一直都没看到。哎，公主，你看那边有烟，他们好像在那边。哦，走。桂英、彩云，公主小心点！公主你来了，快，坐那儿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烤鱼呢，一会儿就好。哎，你们链子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你看，掉了，我们身上都湿透了。湿透了，好，给来，这湿透了呀，身材能变得好，这练好身材呀，一定能找个好男人。少夫人，差不多了啊。这个差不多了。哎呦，来，尝尝。尝尝呀，太脏了。不脏。哎呀，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。哎呀，好香啊！少夫人，要不我尝尝？来尝，等一趟啊。好吃不好吃啊？公主真的好香啊！来，你也尝尝。尝尝，好吃。不能这么吃，要大口的吃才香呢。你那样吃不出味儿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好不好吃啊？还行。这个烤的有点焦。哎呀，来，你二位尝尝这个。哎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少夫人，那你呢？哎，我们木刻寨飞鸟多了，来，你也吃口。怎么样啊？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，烤焦了更好吃。来，使劲，你看，出血了吧？加油，出血了吧？哎，公主，你也喊。我不会啊。哎呀，什么会不会的，喊出来就会了。你跟着我喊啊，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。呼呼呼呼！哎呀，大声喊！呼呼呼呼！呼呼呼呼！公主喊啦！我是公主，我是公主，我恨穆桂英，我恨穆桂英。哎呀，大声点儿，喊出来就解气了。我恨穆桂英，我恨穆桂英。这就对了，再喊一遍。我恨穆桂英。哎，郡主，嫂子，小姑，来坐。你们说怪不怪？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。郊外啊！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。
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。这还用说？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。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？哎，他们不都年轻吗？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。啊，哎呀，今天太好玩了，多好玩啊！真好玩。木姑娘啊，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再来，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。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？木姑娘，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，我发现，只有你能配得上宗保。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，我才发现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都不像公主了。你别这样啊！你是谁呀？你是公主，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？啊！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保幸福。公主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，愣从你身边把宗保给抢走了？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，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保这么好的人了。没事了，走吧。哎，公主，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保更好的夫君。走了。桂英啊，这公主走了，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。不过，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。毕竟呢，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，入乡随俗。娘一直想改变你，可你呢，没被改变多少，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，改变了很多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？娘，我哪有什么魔力呀？只是我那些做法呀，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。这点娘倒没觉得，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，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，你可了不得啊！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，他就是觉得呀，我那些说法合理。娘，这人呐，只要说的在理儿，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。哎，娘，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，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？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？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，不能改变。像娘吧，虽然是皇家之女，为了照顾好男人，也得如此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？娘，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。这传下来的东西呀，它也不一定合理。您就说吧，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，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。你说，那好好一个脚，非得给它弄折了，然后用布给它裹上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不糟蹋人吗？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，做点牺牲也没什么。不过还好，娘是在皇室长大的，要不这个脚啊，也得给弄残了。娘，这取悦男人、伺候男人，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？我觉得这习俗啊，就应该废除了。娘，这不好的东西啊，就该不要。我认为，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。是，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，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。娘，就拿您来说吧，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，功绩了不得，可是您也没闲着呀。这天波府这么大，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，还有老太君，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，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，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？还有，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，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，你还得伺候他，哎呦，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，怎么啦？要我说呀，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。哎，那怎么行？
那不符合常理。常理不对，咱就应该改。娘，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。啊？哦，我也给他洗。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，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豫辽。临行前，想回来看看木克寨，看看你们。昔日里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，我走后，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，好好的保卫木克寨，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，放心吧，小姐。好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得求大家伙儿。我爹，他岁数大了，就我这一个闺女，我这一走，也没人照顾她。烦劳各位姐妹们，有空的时候去跟她聊聊天，解解闷，打扫房子。如果我战死，就请各位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。不会的，小姐，不会的。小姐，带上我们吧，有我们在，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。小姐，带上我们吧。来看看，你看这好吧？啊，你看这鸽子、鸭子，啊，小鱼儿、花儿，嘿，都给你养着呢。爹，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？你把名字记下来，您给她放个假，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。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愿意随你出征。这都走了，谁照顾您啊？这话说的，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，有谁照顾了啊？小姐，我木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。小姐，带上我们吧，带上我们吧，带上我们吧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，我们都商量好了。干爹有我照顾呢。好样的。小姐，姑爷，来，你们要干嘛呀？啊！木克寨的山呐，木克寨的水，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。谢谢。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，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。木克寨的山呐，木克寨的水，比不上姑爷小姐人最美。木克寨的山呐，木克寨的水，比不上姑爷小姐人最美。我和你，你和我穿上了戎装，哥哥呀，妹妹呀，等着我回
发生命。圣上下旨，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，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！明早5更起来，早早的梳妆打扮啊！遵命。桂英，你没有上过朝，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，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。这样吧，明天啊，你好好的打扮打扮，给咱们杨家争光。娘，桂英长得俊，就算不打扮，出去也不给您丢人。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？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。桂英，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，这举止一定要得体，这动作呀一定要小，说话也不可以乱说。当然，更主要的，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。刺绣锦绣山河，你2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，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。这圣上啊，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早被处以大刑了。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，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。桂英啊，娘可给你说了，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，这对圣上不跪，那是大不敬，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不错，不错。哎，你穿上肯定特好看。桂英，哎，你快看呐！是挺英武的哈，恐怕穿上不好受吧？那可不行，你要是上朝的话，不舒服也得忍着。宗宝，你娘再三强调，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。我一想这事儿啊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有什么可堵的呀？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！你是不知道，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！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，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。桂英，我说的你都记住了。娘，慢点儿。好。呀，小心。怎么了？我想去方便一下。去。桂英，快点回来！桂英，快点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。那是，本监军以为，大宋疆土除了公主，就属她漂亮了。听说公主教她礼节，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，最后还成了好朋友。这还不算，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，教来教去，她没有改变，却把郡主改变了。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她洗脚了。好好的啊！多谢娘亲。老太佘老太君，杨元帅，王大人，杨元帅，您就要启程了。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？此次出征，本帅别的倒不担心，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。庆隆虽无能，但是做事比较尽心。粮草之事，杨元帅尽管放心。好，多谢了。哎，杨元帅，您儿媳呢？对，桂英马上就到。哎呀，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，而且是文武双全呐。对呀，谁不敢说比西施、昭君、貂蝉、玉环俊美？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。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。对，那当然。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，武能领兵打仗。
那杨元帅把他收到麾下，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。多谢多谢，桂英来了。好，哎，各位好，各位好。孙媳叩见奶奶。桂英，快把头上的花摘了。娘，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？桂英，你那满头花花草草，不伦不类的，快摘了。哎，亲娘，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？我那是翡翠玛瑙，你那是什么？破花乱草，快摘了。哎，这任何东西呀，它都是不分贵贱的，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。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，还有香味呢。您闻，您闻。哎，宗宝，你闻。你看这娘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？为何不合适啊？哎，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，应该严肃，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。照您的意思是说，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？哎，他怎么这么说的？哎，你说你这话怎么讲？奶奶，您觉得好看吗？我看行。哎，娘，我们圣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穆桂英为何不跪？跪下！穆桂英，哎，快跪下呀！跪天跪地跪爹娘，别让我不跪。好大的胆子！众爱卿平身。谢圣上。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，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。公主这么关心她，是她的福分。她的确多才多艺，聪明过人，我是真心的佩服她。要不，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，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。圣上，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，心中恐惧，望圣上恕罪。佘太君啊，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？朕曾多次见过她，她从未拜过。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，并让八仙王提醒过她，让她以后注意礼节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！你们看看她，这是什么打扮？满头插花的，啊？这不是逛庙会的吗？哪像上朝议事啊？是啊，圣上，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，这是老身教导不周，望圣上治罪。她不下跪，不是对圣上不敬，而是她生活在大山里，无拘无束惯了，望圣上海涵呐。桂英，跪下！快给圣上跪下！还不下跪？是圣上，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，不跪，按大宋律当斩。启禀圣上，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，根源是她父亲。穆羽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应该严惩。本王以为，穆桂英不是不敬，而是不习惯。穆克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，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！圣上，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，而是有意挑衅，就像他父亲穆羽，如不严惩，皇威何在？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，
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，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。至于桂英惹怒龙颜，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，望圣上息怒。朕原本满心欢喜的，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。圣上不严惩我孙媳，杨家人以感恩戴德。诸位请起吧。谢圣上。哎，都过去了。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，朕要为你们送行。谢圣上。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，不必了。嘿，朕看不必了，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，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。启禀圣上，末将已招穆桂英为部将，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。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，关键是看他的悟性。他做得好，不会耽误出征。当然了，如果就是学不会，那就不必出征了。凭什么？哎，桂英，别动！桂英，桂英，桂英，皇帝老儿想把我关这皇宫里，门都没有。站住！圣上口谕，不许穆桂英出宫。公主，不好了，公主，穆姑娘出事了。什么？宫里的公公说，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，这是朝廷的规矩。你对皇上不公，这按大宋律当斩呐！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，不是听命于他。我爹只教过我，跪天跪地跪爹娘，别的我不会跪。哎，可他是圣上，圣上是高于天、高于地、高于别人的。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。你们不用说了，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。桂英，娘知道你脾气拗，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？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，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呀？你们该御辽御辽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你这太放肆了！哼，前2次不跪，我已经饶了他了，今天还敢向朕示威？圣上，穆桂英乃一介村姑，她不懂得礼节，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。她不是向你示威，是根本不懂。你不用替她开脱。今天在朝堂之上，她横鼻子竖脸的，你看见了吗？老臣们劝她，她还狡辩。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，早砍了她了。是，圣上亦对她太宽容了，杨家人也感恩戴德，把她羁押在宫中，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，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，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。可谓一举3得。父皇，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，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。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，父皇生她的气不值。父皇，皇儿还听说你把她压在宫中，皇儿觉得还是放了她的好。太便宜她了吧？留她一条命，已经很给天波府面子了。父皇，桂英，公主，各位婶娘，公主，公主，你们先回去吧。穆姑娘在这儿，请你们放心。公主，麻烦您了，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，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，才惹怒了皇上。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。公主，多费心了。您费心了。走吧。宗保，
娘，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？哼，村姑，一点都不明事理。哎，无论如何，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，你作为公公，不该说这样的话。娘，见了皇上都不跪，幸亏皇上忍了，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？不跪是因为他父亲穆羽跟朝廷是对立的，不是吗？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。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，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。是啊。哎，穆姑娘，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，见了君，见了职务比你高、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公主，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？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，乃是天经地义，没什么可说的呀。那公主就别多说了，我刚才说过了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别的不会跪。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，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，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，知道吗？下次上朝我也不跪。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疗之上，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。你，哎。小姐，彩云，你咋来了？看我来了？是啊。去，哭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出不去了，我最多在这儿玩2天。杨家人就要出征了，你真不着急？急有什么用啊？急能出去？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？啊，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。去禀告老太君，我随后就到。